男人抱着狗子正要跳楼，他的旁边突然过来一个疯子，他双手慢慢靠近男人的肩膀，男人有些不知所措，而疯子则开始不停地用鼻子闻。当他闻到男人的口臭时，竟然激动地拉起他的手，在脸上来回的摩挲。男人被这一举动吓得不轻，他就想安心地跳个楼，祈求对方离他远点。谁知疯子不管不顾，嘴里还念叨着一堆鸟语，听得男人有点怀疑人生，最后直接往后一仰。好在脖子上系着领带，这才没酿成悲剧。然而疯子救他并不是出于好心，而是单纯的想让他听听自己的故事。原来他已经15年没见过活人了，他一直被囚禁在一个阴暗的小房间，这里的门是焊死的，窗户是画上去的，陪他的只有一台电视机。起初他想求对方放他出去，可看守根本不理他，很是熟练的将他踹回屋里。就这样过了2年，阿伟开始出现幻觉，他受够了这种日子，想要以死打败孤独，可在这里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，很快就被救了过来。更绝望的是，他还在电视中看到了妻子被杀的消息。然而警方却断定阿伟就是凶手，因为在现场发现了他的血迹，还有一个带有他指纹的杯子。阿伟隐约想起前2天他好像被气体迷晕，感觉被人抽了一管血，醒来后杯子也不见了，可没想到那竟成了诬陷他杀妻的证据。阿伟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，想要报仇就得先出去，于是他白天跟电视上学习格斗技巧，晚上偷偷挖逃出去的通道。可就在墙快被挖穿时，房间里再次喷出气体，他赶紧将床推回原位，隐藏入洞口。然而等他再次醒来，就发现了要跳楼的男人。跟他说完这一切，阿伟迫不及待的想要报仇，就连男人跳下他都没有回头，可被囚禁了15年，家在哪都搞不清，更何况找凶手呢？他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闲逛，发现一家日料店。阿伟看着缸里的鱼，已经很久没开荤了。这时一个流浪汉走过来，递给他一部手机和一个钱包，然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也不用问我。阿伟打开钱包，里面装满了钱，虽然心有疑惑，但他决定先填饱肚子再说。可进来后却发现这里的厨师竟然是电视节目里的小美。就在阿伟觉得这是巧合时，那部手机响了起来，对方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说他就是凶手，让阿伟尽管来找他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紧接着阿伟一头栽了过去。原来这是放他出来前给他催眠的暗影。等阿伟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被小美带回了家，而小美在他昏迷期间看完了他的日记。他觉得这个老男人可怜，决定帮帮他，于是假扮成记者，从一位老妇人身上打听出了阿伟女儿的住址。但他现在一心只想找到凶手，因为只有报了杀妻之仇，才有脸去见女儿。至于怎么找到凶手的位置，阿伟也想到了一招妙计，那就是吃饺子。男人抓起香菜馅饺子，先是闻了闻，放进嘴里发现这家味儿不对，来到第2家味儿也不对，就这样连续吃了100多家，直到吐了才肯停下。原来他被关在密室15年，一直被迫吃香菜饺子，为了找囚禁他的人复仇，他又忍着恶心，一连吃了好几天，终于让他找到了那家店。他跟踪外卖小哥，找到了密室的位置，结果发现整栋楼都是密室。原来客户会找到这里的老板，让他囚禁他们想囚禁的人。阿伟也只是其中之一。得知情况后，他用胶带将老板绑成粽子，逼问他客户的信息，可老板打死就是不说。没办法，阿伟只能勉为其难的帮他拔蛀牙。最后老板告诉阿伟，他只有那人的录音，别的啥也不知道。阿伟拿到录音之后，一群小弟拦住了他的去路，但本可以挟持老板一走了之，可阿伟却把老板还给了他们，因为他这15年一直在练拳，如今刚好可以拿他们练练手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这群小弟就倒的倒，趴的趴，即使阿伟背上插着刀子，依旧生龙活虎。最后这条狭小的楼道，只有阿伟一人站着，他踉踉跄跄的走在街上，刚准备过马路就晕倒在地。一个好心人连忙上前扶起他，并且帮他叫了辆车，还准确的说出了阿伟的住址。我有잘가라고됐어等阿伟反应过来，车早就开远了。原来凶手一直在暗地里监视着他。伤好之后，阿伟找到之前的朋友，让他听了录音带，可朋友也听不出来是谁。但是他将阿伟带到电脑前，登录了阿伟之前的聊天账号。突然有个网友申请跟他们聊天，还说到了阿伟近几天的所有经历，无疑他就是凶手。朋友通过账号信息找到了他的住址。当阿伟赶到时，凶手已经在等他了。阿伟二话没说，上前掐住脖子就要弄死他，可凶手丝毫不慌，还说如果我没了，你就再也不可能知道被囚禁的真相。说着还拿出一个开关威胁阿伟。原来他的心脏衰弱，只要按下开关就会立马毙命，导致阿伟也不敢对他严刑逼供。这时凶手想跟阿伟玩个游戏，说只要你在5天内弄明白我是谁，我就告诉你真相，不然我就会自杀。无奈的阿伟只能同意。他通过凶手的网名查到了一个校友会，而对应的高中正是阿伟的母校。他在图书馆找到一张当年的毕业照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女生，照片里她只有身子没有脸。阿伟一时也想不起来她是谁，于是就跑到校门口的理发店打听。老板娘记得非常清楚，她说那个女生就是凶手的姐姐，之所以没有脸，是她早就已经死了。至于怎么死的，老板娘则说你应该知道。这时阿伟渐渐想了起来，他记得当时在周末遇到个女生，并且对她产生了好感，不过他即将转学就没有表白。而也正是这天，他看到女生的弟弟跑得很匆忙，出于好奇就追了上去，结果却在教室的窗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
就因为一句话，男人被囚禁了15年，期间他的妻子被杀，女儿也消失不见，直到被放出来后，他才渐渐摸清对方囚禁他的原因。那是在他高中时，他看到一对姐弟在教室里玩耍，谁知弟弟越玩越上头，让姐姐也好奇自己此时的样子，可拿起镜子看到的却是趴在窗外的阿伟。更没想到的是，阿伟转头就将此事告诉了朋友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流言很快就成了姐姐怀了弟弟的孩子。受不了舆论的姐姐选择跳河来证明清白，而在弟弟眼里，一切过错的源头就是阿伟，于是先将他囚禁起来，把他的妻子杀掉，再嫁祸给他。得知真相的阿伟很是气愤，但凶手却说别急着报仇，你还记得日料店遇到的小美吗？你们两个都是被催眠过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小美会将你带回家的原因。你犯的最大的错，不是应该纠结自己为什么被抓，而是应该想想为什么被关了15年，又被放了出来。现在一切的答案都在这个盒子里。阿伟上前打开盒子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他的全家福，后面则是他女儿的整个成长经历。阿伟越看越不对劲，直到最后一张才发现，他的女儿竟然是小美。与此同时，凶手派自己的手下也给小美送去了一模一样的盒子，然后将手机交给小美。안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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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절대열지마절대열지마为了不让女儿知道真相，阿伟宁愿做一条狗，接着就开始给凶手舔鞋。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凶手捂着嘴哈哈大笑，而阿伟看他还是不原谅自己，于是用剪子剪掉了自己的舌头，为当年他在背后嚼舌根道歉，然后将手机递给凶手，祈求他不要让小美看到那个盒子。凶手答应了。凶手扔下心脏起搏器，转身离开。阿伟见状捡起来，毫不犹豫地按了开关。可迎来的不是凶手倒地，而是他和小美在一起的声音。原来这是凶手最后的考验，放下仇恨就能重新开始。可惜阿伟没有通过，陷入了更深的痛苦当中。反观凶手则一脸释然。当初他想跟姐姐一起跳河，但最后他犹豫了。而如今报了仇，他也不会在世上苟活。他要向姐姐证明自己并不懦弱。影片最后，阿伟找到一名催眠师，请他帮忙删除自己的记忆。再三确定阿伟不会后悔后，催眠师帮他放弃了痛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伟在雪地里醒来，小美不知道从哪儿找了过来，只是阿伟已经不认得她，也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但小美却紧紧抱住他，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사랑해。”